morning, everybody！ 大家好，我是金沙，这里是20万美金到100万美金实盘挑战的第4期。我之前有讲过，我从5000美金做到了50万美金的故事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下，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我得以在刚刚毕业的这个年纪，就赚到属于我人生中的第1桶金呢？温馨提示，请大家关注、点赞以及评论，我会在这个频道中分享更多的财富密码以及财经知识。好的，视频就正式开始。其实我的故事还得从高中开始讲起。还记得我高2那年，那会儿就是 PUBG 吃鸡也是刚刚上线。那个年代，游戏是属于卢某老爷、小某志还有地某师直播的时代。那个年代的游戏主机对于我来说是相当一笔巨款。我花费了1周的时间准备了一个演讲，包括 PPT、演讲稿等等等等。这是我们家的一种习俗。每当我有事相求，必须要走一套流程，内容包括我电脑使用时长的计划书，以及游戏主机预算规划、配置规划。于是我对我父母上交了提案，父母居然出乎意料的答应了，并且大手一挥给我买了一台配置相当不错的游戏主机。回想起当年第一回打开 PUBG， 我仿佛拥有了一把能打开互联网世界的钥匙，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互联网世界中拥有我的一方天地。半年内，因为热爱吃鸡游戏，所以我也想把游戏变成我的职业，于是我便当上了游戏主播，靠观众打赏，在半年期内一共赚了将近5000人民币。对于我一个高中生来说，那是相当一笔不菲的收入。我呢也是自信心爆棚，仿佛触摸到了未来的一点边角料。说白了，都是因为兴趣，也正是因为我对投资领域的兴趣，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，做起了一名财经博主，说白了都是干回老本行。别急，朋友们，反转来了。后面因为高中要考大学的我，学业繁重，父母严厉的反对我玩游戏，所以我只能为了满足我的多巴胺，看起了游戏直播。因为受到某主播的启发，开始接触到了 crypto 的挖矿。我呢误打误撞接触到了这个挖矿以后，我就把我重金打造的游戏主机改造成了一台矿机。从那一刻起，一颗关于投资的种子就种下了。Web 2.0 的时代开始全面爆发。在北美上学的我被困家中，但是各大线上交互类平台开始百花齐放。因为我已经拿到心仪大学的 offer， 正是属于休假期，所以我就重新获得了打游戏的自由。我晚上打 CSGO， 白天看各种外网投资视频、看书，以及向我的母亲请教知识。我的母亲是90年代左右毕业，她是985本科加上985的研究生，也都是股票相关的专业，从业金融30余载，她也给我的金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我每天都向她请教，于是在各路因素的推动下，我开始研究各类投资衍生品。当时我觉得自己年少意气风发，父母给了我5000的本金，让我去二级市场里面试一试。那时候在家也没什么事，赶上美联储的大放水，正是 Web 3牛市的开端。我抓住了以太坊，就是 Ethereum 这一波，让我直接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5万美金。那一刻，我也是真切的感觉到，互联网以及金融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。哦不，在看小沙视频的各位总都不是普通人，小沙是普通人，是像我这样普通人唯一接触到财富自由的梦幻泡影。话又说回来，在口罩时期，我后面给自己组装了一台100TB 的硬盘矿机。我都记得在当时那个时间，我给我父母买的生日礼物都是用我挖的币套现买的生日礼物，虽然不是什么巨款，但是在我当时的小世界里，就是属于我的人生巅峰。朋友们别急，你们是不是以为小沙马上就会像各大老师一样，直接走向人生巅峰，实现财富自由呢？那么我告诉你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正是因为是真实的经历，所以小沙的故事往往是伴有血与泪的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因为监管因素，熊市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，把我吹得几乎回到原点。那时的我也转向股市，凭着当年做主播的直觉以及经验，我笃定互联网平台的未来，于是重仓了某鱼、某牙的合并事件。虽然后面没有合并成功，但是因为资本的炒作，我的账户净值一路飙到10万美金。那时的我仿佛掌握了自己的未来，觉得自己胜券在握，于是进行了我的第一次套现。大一的我给自己买了一台保时捷卡宴作为礼物。这就是我高中到大学初期的财富故事，跌宕起伏，仿佛坐上了财富的过山车。这就是关于我成长故事的第1期。朋友们先别划走，我给大家做一个预告，下一期也是最高潮的部分，我会告诉你我在大学中是怎么抓住机会赚取到我人生中的第1桶金的，以及告诉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是怎么在如今的经济大环境下翻身，实现阶级跨越。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金沙只分享财经以及财富密码，视频制作不易，大家一定要关注以及点赞评论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